伏羲的故事讲完了。这一集我们会讲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名号非常响亮的人。他为了解救华夏人民，尝遍了世间所有的草药，然后为我们写了传世的著作。他是谁？请跟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。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我有2个问题想问妮娜和艾玛啦。先问妮娜。你觉得伏羲的身上有什么最大的特点，能让他成为人民的领袖吗？他心里总想着别人。他心里总想着别人啊，想要帮助别人，是不是？好棒呀！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帮助别人？是不是？好棒。OK， 艾玛，你有没有从伏羲身上学到什么呢？能运用到生活当中？他要积极想办法，还有我也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也需要积极想办法。好棒！你确实是在生活当中也积极想办法解决困难，非常的独立，很棒，太棒啦！他们2个人都给出了很好的答案。朋友们，你们对这2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见解呢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跟我们一起交流。今天的故事要开始啦！很久以前，天下所有的毒虫异兽都由西王母负责看管。西王母把它们关在一个牢固的铁笼子里，还让他信任的3足鸟负责看管。可是有一天，3足鸟不小心睡着了，所有的毒虫异兽都跑到了人间，给人间带去了瘟疫和疾病。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染上了怪病，却找不到药医治。天帝为了减轻人间百姓的痛苦，就把神农派到了人间。神农长着牛一样的头，人一样的身子，他力大无穷，勤劳勇敢。神农来到人间后，想尽一切办法防止瘟疫继续蔓延，延长人类的生命。他还教会了人类获取食物和草药的方法。一次，神农意外发现很长时间以前落入泥土中的果核发了芽，他感到惊奇又兴奋。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尝试后，渐渐了解了植物的生长规律。神农就根据这一规律种植粮食。为了收获更多的粮食，神农还研发出了耕种的工具，然后他又教会了人们如何耕种。神农还是一位医药之神，自然界中的植物成千上万，哪些植物是可以吃的，哪些植物是有毒的，人们并不了解。神农就亲自试吃，来辨别各种植物。有一次，神农在食用一株植物的时候，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反应，可是食用了另一株植物后，又恢复了正常。神农这才意识到，原来植物之间是相生相克的。一天，神农带着几个人到一座高山上寻找草药。他尝了一颗草后，就倒在了地上。
神农知道自己中毒了，他费力地指了指一只灵珠草，又指了下自己的嘴巴。会意的人立马把那株灵芝草放到了他的嘴里。神农吃了灵芝草，休息了一会儿就好了。从此，人们都把灵芝草当作可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。一次，神农为了救一个病人，到悬崖边采草药，但是悬崖太陡，崖壁又很滑，他很难采到药。这时，他发现悬崖上的几只猴子顺着骨藤顺利地爬下了悬崖。他灵机一动，就利用骨藤做了一个架子，然后顺着悬崖放了下去，就这样顺利地采到了药。而这个地方就被后世的人们称为神农架。神农尝百草多次中毒，但都多亏了茶解毒。因发誓要尝遍所有的草，神农最后却因误尝断肠草而逝世了，很可惜哈。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的恩德和功绩，后人为他建立了庙宇，还根据累积下来的药物知识，编著了著名的《神农本草经》。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医药学的著作，它的来历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我们的今天的故事讲完啦，妈妈又要问艾玛和妮娜两个人故事啦。艾玛，妈妈想要问问你哈，神农身上什么样的品质让人最印象深刻呢？你有没有知道？他很勇敢。他很勇敢，他尝试了世间的所有的草药，都不怕生病，是不是？不怕。哇哦，好厉害呀，很棒，很棒的答案。OK， 妮娜，你还记得神农医学著作的名字叫什么吗？神农本草经。是神农本草经。回答的好棒，正确。Emma， 你有没有从伏羲的身上学到什么，能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呢？他有一个困难，他就有一个他积极想办法。OK， 重问一下啊。朋友们，你们喜欢中餐吗？好奇中餐的重要因素火是怎么来的吗？如果跟我们一样好奇的话，请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关注我们吧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晚安。晚安，拜拜。